原来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那你把地址发我，再给我转点钱，我没钱回来了。没钱就先别回来了。爸妈每月缩衣节食，凑出200块钱生活费供我读大学。寒假来临，我带着勤工俭学攒下的钱回家，却发现家里空空如也。我心里一慌，连忙抓住路过的婶子询问，他们在大城市给你妹妹买了新房，1个月前就搬走了，没跟你说吗？房子装修太忙，我忘了。可电话里却传来妹妹雀跃的声音：“还有车呢，妈，什么时候给我买车？正好家里也没准备你的房间，你将就在乡下住2天，晚点我带妹妹回来找你。”那一刻，我心如死灰。不用找我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们。我语气里满是委屈，可却唤不起妈妈一丝怜爱。宋薇薇，不过是让你在乡下住几天，你发什么大小姐脾气？读个大学还把翅膀读硬了，新家亲戚那么多，你回来被他们看到少一个房间，背后要嚼我们家多少舌根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们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留房间？多一个房间的钱你来出，没本事还要求东要求西的，真是个讨债鬼！你就乖乖在老家待着，大喜日子别来给我们添堵。我流着泪攥紧行李箱，失魂落魄地往自己房间走。我下意识打开手机，看到妹妹发的朋友圈，她拍了介绍新卧室的视频。房间很大，哪怕隔出一个小房间给我都是绰绰有余。我爸妈不愿意，他们压根儿就没想让我住进去。不知哭了多久，劳碌奔波后的肚子已经空了，可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去后山挖点野菜，再从角落里翻出一口旧锅，煮一碗野菜汤填肚子。用囫囵吃着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声，拿出来，看见妹妹在家族群里发了照片。合照我发在这里，想要的人自己认领哦。我颤抖着手点开，入目的是满桌佳肴，爸爸妈妈、妹妹还有相熟的亲戚挤在新家的餐桌边，笑容灿烂。他们在吃山珍海味，而我这个女儿却被扔在乡下，靠挖野菜充饥。为因为伤心抽疼的更厉害。只见群里有不在场的亲戚询问我妈，怎么不见她家大女儿？妈妈立刻回道：别提这个丢人玩意儿了，读个大学把廉耻心读没了。说假期要和男人一起同居，说什么都不肯回家。我看着妈妈发的信息，不可置信地瞪大眼。为了掩饰他们的偏心，她居然给自己的亲生女儿造黄谣。而我们家的亲戚最好是，只要让他们逮到错处，就会被批判地体无完肤。果然，群里众人纷纷指责我，说我良心被狗吃了，没有道德底线，不自爱。最可恨的是，妹妹明明知道，也艾特我劝道：姐姐快回来吧，别做恋爱脑了，我可不想才大一就做小一。我看着满屏斥责，气得浑身发颤。那一刻，我果断抛弃了对他们最后一丝亲情，也抛下了对父母言听计从的懦弱。我举起手机，将锅里的野菜拍下来，发到群里解释道：你们都误会了，我不是不回家，是压根不知道新家的地址。不仅如此，我妈还把我丢在乡下，让我吃野菜过年呢。我的消息一发出，群里静默了几秒，妹妹却突然跳出来，引用我的图片，回道：姐姐，你这张图也太糊，我好像在网上看到过，肯定是哪里偷来的网图吧？你这也太恋爱脑，为了一个男人，竟然敢说这样的话，诋毁妈妈，太没良心了。图片糊，那是因为我的手机是5、6年前妹妹淘汰给我的，像素很低。她明知如此，还接着诋毁道。妈妈也发了一条语音，语气哽咽：宋薇薇，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的白眼狼？从小到大，我好吃好穿供着你，把你养大成人，你就是这么对你亲妈的？寒心，我太寒心了。妈妈的卖惨瞬间引起了激愤，大家都对我展开了攻击，让我快和你妈道歉。还有人说，要是我一定连夜回家，跪在地上磕头认错。我拿手机拍下老家的视频，发在群里回击：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来老家看看，看看他们是怎么把我抛弃在这里的。妹妹回怼道：老家这么远，谁会来啊？姐姐你就是吃准这一点，才故意这么说的吧？我想弹微信视频证明自己，可下一秒手机没电关机，整个厨房霎时陷入了黑暗中。爸妈离家时把家里的电断了，我压根找不到电闸在哪里。刚才找野菜做饭也是打着手机的手电筒做的。然而更倒霉的是，屋外暴雨倾盆，阻拦了我想借电的念头。无奈下，我暂时失了自证的能力，只能摸黑回到房间，从行李箱里掏出几件衣服，勉强在木板上将就了一晚。第二天起来，我浑身酸痛，可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跑到隔壁找婶子借电。手机在一旁冲着，婶子见我可怜，招呼我坐下吃了早饭。我没敢多吃，勉强填了点肚子，就听婶子问：你爸妈什么时候来接你？我身子一顿，摇头，不知道，可能不会来了。婶子问：那你不去找他们吗？你们家都被搬空了，
你一个小女娃哪能住在这？我低垂着头，嗫嚅道：“我没钱，他们也不给我钱。”婶子瞪大眼，下意识骂道：“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？真就留你一个娃娃在这里受罪啊！”话落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沓钱，递给我：“婶子把钱给你，你快进城找他们来。”我感动地看着婶子，眼眶发烫。婶子赚的都是种地卖菜的辛苦钱，生活也拮据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之间还毫无亲缘关系。可她见我遇到困难，却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不像我的亲生父母，为了掩盖自己的偏心，竟狠心将我抛下，不惜诋毁我的名声，来证明妹妹才是值得被宠爱的人。想到这，我心中悲愤交加，将婶子的钱推回去。婶子，心意我领了，但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，让他们看看我父母是怎样的人。婶子听得云里雾里，我也没有过多解释，而是去一旁拿起手机。婶子，你也是我的证人，我现在就打视频电话回去。说着，我打开微信，果然家族群里全是对我的讽刺。有人说我怎么不说话了，有人说是被小晴说准了，心虚不敢说话，还有人劝老宋他们得好好教育女儿。妈妈回复的语音带着哭腔：“唉，教不了了呀，他根本就不听我们的。你们不知道，辅导员就总打电话来投诉，说小薇夜不归宿，晚上就一直在外面鬼混，生活费也不够用，越要越多。我们告诉他买新房子手头紧，让他省着点花，可他偏不听，还骂我们，说什么养不起就别生。我和老宋是真的对这孩子心寒了。”妈妈这番哭诉更是引起了激愤，群里对我的斥责已经升级成辱骂了，好似只有我死才能赎这份罪一般。我气得胸口发疼，手指飞速发起视频通话，下一秒却噔的一声给了我当头一棒。上面显示你不是该群成员，无法发起视频通话。他们为了捂嘴，竟然将我踢出了群聊。我不可置信地瞪着手机，思考半瞬，从通讯录找到家里最有话语权的大伯，给他发起了视频，却发现我被拉黑了。接下来他们像是说好了般，不是将我拉黑，就是拒绝我的视频通话，让我滚。看来昨晚爸妈他们成功将我诋毁的体无完肤，甚至一点余地都没给我留。抱着手机，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家，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焦躁和不安中熬过这天，第二天再起来时，我只觉脑袋眩晕，浑身忽冷忽热，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。我猜测自己是受凉发烧了。人在最脆弱时，都会下意识找最亲的人，而我潜意识里还是觉得父母和我最亲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将电话打给了妈妈。妈，我发烧了，你快回来救救我！妈妈闻言却冷笑一声：“宋薇薇，你不是很本事吗？今天又开始装病扮可怜了。”我有气无力道：“我没有装病，我是真的发烧了。老家没有被子，房子又冷，我昨天……”妈妈厉声打断：“呸！你瞎说什么？我明明留了点东西在老家的，你怎么可能没被子？”我一愣，不明白她说的真话还是假话。明明这个家里除了那口破锅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虚弱的辩驳：“妈，我没说谎，你不信就回来看。”妈妈声音愈发不耐烦：“谁有那个时间回来？更何况你就是个不孝女，所有人都唾弃你，我们更不可能管你了。谁让你在群里胡说八道，差点害我和你爸丢了面子，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你活该。”妈妈继续说：“你先在老家好好反省吧，等我和你爸有空回来，你拍一个跪地磕头视频，我们再帮你说说好话。”话落，我还来不及说话，电话就被妈妈无情挂断。我整个人烧得难受，还想再打回去求助，却不小心点进她的朋友圈，猛然发现她不久前刚刚更新了动态，照片是她和爸爸还有妹妹在机场的合照，配文：“跟着贴心小棉袄去旅游。”原来她的没时间是要带妹妹出去旅游，大概是很急着出发吧，急到毫不犹豫将我的病判定为谎言，这样他们就能心安理得的出发了。思及此，我的脸因情绪激动烧得滚烫，意识也越来越模糊，最终手机掉落在地，我合上眼睛，彻底晕了过去。烧得迷迷糊糊间，我听有人喊我，我使劲睁开眼，看到婶子担忧的脸，我立刻抓住她的手，嘱托道：“婶子，求你一定要送我去城里的第2医院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像是用尽了所有力气，又闭上了眼睛。再醒来时，我看到了医院的天花板，身旁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小薇，你醒了。”那一刻，我知道自己赌对了。扭过头，我嘶哑着嗓子喊：“大伯母，是你救了我吗？”大伯母身着白大褂，心有余悸道：“哎，你怎么烧得这么严重？再晚来一步，都要有生命危险了。”我迅速流下眼泪，断断续续将这些天受到的委屈全盘托出。爸妈他们从小就偏心妹妹，小时候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干。对妹妹，
连一碗饭都不舍得他亲自剩。后来上了大学，我的学费是助学贷款带来的，生活费也是自己勤工俭学赚的，他们根本就没给过一分钱。大伯母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难道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女儿吗？大伯母越听越生气，眼眶也不禁红了。她俯身拍拍我，安慰道：你什么都没做错，是你爸妈不配做你的父母，你放心，大伯母会替你讨公道的。我闻言放心地点了点头。大伯是家族里最有出息的，辈分也最大，所以在家里有绝对的话语权，而大伯母也是一样的。那时我让隔壁婶子送我来第二医院，就是想赌一赌能不能碰上大伯母。好在老天可怜了我一次，住院期间妈妈他们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朋友圈却一直在更新旅游的照片。我故意在底下评论说妈妈我烧得好难受，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看我？转眼评论就被删了，妈妈的电话随之打来，斥责的话接二连三的砸到我头上。宋薇薇，你找死吗？还敢在朋友圈评论这种话？要是给别人看到你想让我被唾沫星子淹死，真是讨债鬼，看到你就烦。你要是有你妹妹一半讨人喜欢就好了。我强压心中的讽刺，咳嗽2声，虚弱道：妈妈，我是真的生病了，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死在老家了。妈妈闻言，估计是真的怕我死在家里，大过年给她添晦气，于是不耐道：你再坚持1天，我们明天就回来了。话落，她猛地挂了电话。我咬破嘴里肉，逼得自己眼眶含泪，看向大伯和大伯母。妈妈她明天就回来了。大伯冷笑，女儿病成这样，她居然还有闲心在外面游山玩水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明天我们也回老家，把你姑姑、大姨他们都叫上，让他们都看看你爸妈的嘴脸有多狠毒。我面上抹泪点头，心里却充满了兴奋的期待。第二天，爸妈他们下了飞机，就开上车往老家赶。妹妹缩在座位上，打着哈欠抱怨：妈妈，姐姐怎么这么没用啊，在老家待2天都能生病。妈妈轻吃，没有公主命，一生公主病，估计就想故意生病，让我们接她去新房子享福的。爸爸开着车，语气不耐，那他想都别想，所有都知道，我们的新房就只有2室，他要是回去，我们指不定要被人说3到4。妈妈附和道：那当然，他有什么资格住新家，从小就不讨喜，看到就烦。不过先别闹太僵，毕竟他快大学毕业了，还要让他给我们还房贷呢。车上2人无一不赞同。开了2个小时车，他们终于到了老家。人还没进门，烦躁和嫌恶的声音就传了进来：宋薇薇，你还活着吗？可回答他们的是大伯中气十足的怒喝：放心，他活得很好。爸妈闻言浑身一颤，他们不可置信地往屋里看，见到满屋子的亲戚时，彻底僵在了原地。我爸问：大哥，还有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大伯冷笑一声，语气不善：这么久不见，我来看看你们。爸爸干笑道：那怎么不来新家坐坐？大哥你太忙了，我们搬家都没空来家里吃饭，不知现在就跟我们回去了，大家一起到新家吃饭。大伯挑眉：你亲生女儿都没资格去的地方，我哪能去？爸妈闻言脸色一僵，妈妈眼里闪过一丝心虚，开口问道：大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，是小薇她自己不肯回家，这样的不孝女，我总不能8抬大轿把她请回来吧？我从大伯身后缓缓出来，冷声道：不用你们请，我自己会来。爸妈见到我，故作惊讶：你什么时候偷偷回来的？我就说你那个男朋友不是好东西吧？是不是被抛弃了？还是出事了？他不想负责，现在就跟我们去医院检查。话落，妈妈伸出手想要拽我，我立刻躲开，眼神愤恨地盯着她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装呢？妈妈瞪着我，语调充满着愤怒。装？我们装什么？你自己招呼不打一声回来，还怪我们了？还有大伯他们，不会也是你叫的吧？宋薇薇，你想干什么？造反吗？大伯却猛地拍桌子，呵斥道：我们要是不在这里，你女儿就要病死在这里了。爸爸脸色一白，张口辩解道：大哥，我们不知道啊，小薇自己生病了，不跟我们说，硬要扛着，我们也是才知道。众人闻言，皆是拿鄙夷的目光看着他。我瞪大眼，故意让声音充满委屈：我早就和你们说过了，是你们自己不信，还说我装病。妈妈仍然嘴硬道：你什么时候和我们说过了？下一秒，大姨先开了口，阴阳怪气道：翠芬，到现在你还把我们当傻子呢？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妈妈脸色涨红：我怎么不要脸了？宋薇薇就是个谎话连篇、没良心的白眼狼，你们一个个傻了，信她的话？我愤恨地盯着她，怒声问道：你不是说和别的男人同居吗？可我现在就在老家，是你说谎才对。我继续质问他们：你们买了新房子，这么大的事故意不和我说，甚至新房连我的房间也没有，你们就是想把我藏在老家，不想让人发现你们偏心妹妹的事。不仅如此，你们还编那么离谱的谎言诋毁我，毁坏我的名声，让我做一个不孝女、白眼狼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宠爱妹妹，冷落我。我说的对吧？而且你们知道偏心不对，却还是这么做了。我想问一句，我到底是你们亲生的吗？话音刚落，我的脸就被妈妈狠狠扇了一巴掌。她说：闭嘴，你给我闭嘴！我捂着脸，眼眶瞬间红了。下一秒，我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大伯母将我搂在怀中，厉声喝道：弟妹，
自己做了错事不认就算了，怎么还动手打孩子？妈妈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对着大伯母怒声辩解道：错，我有什么错？是他先不顾场面对我大吼大叫的，这是对父母该有的态度吗？更何况他是我生的，我想打就打，你们管得着吗？大姨摇着头嘲讽道：啧，他们说最无能的父母就是对孩子发泄情绪的那种人。大姨继续说：翠芬，你看看自己的样子，真丢人。紧接着亲戚们开口指责爸妈太过分了，都是自己生的孩子，对他这么狠心做什么？小薇可怜哦，从小就这么懂事听话，大学也考得好，却碰上个这么拎不清的父母，真是倒了800辈子霉了。一碗水都端不平，怪不得在乡下种了半辈子的地，活该。爸妈被激得脸色发青，爸爸率先开了口：谁说我们是乡下人了？我们现在在城里买了房，我们是城里人。二姑姑嗤笑道：那又怎么样？你们心眼照样小，连一间房间都不舍得分给自己的女儿。我们家的狗吃东西都知道分点给主人，就你们的心眼，连畜生都不如。大伯坐在中间沉默着，等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讽刺完，他才看向妹妹，开口问：你一个月生活费多少钱？大伯神情肃穆，拿出了质问下属的威严，那股压力让妹妹害怕的发抖，一句谎话都不敢说。5000。大伯拍拍桌子，看向周围人：听听，你们听听，小薇上了4年的大学，他们两夫妻连1分生活费都不给。大伯说，不久前却在群上骗我们，说小薇无节制的要生活费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但我看你们就是蛇蝎心肠。众人惊呼：不给生活费，你让孩子大学4年怎么活？我在大伯母怀里抹着眼泪，哽咽道：我一直在勤工俭学，除了上课和学习，其余时间一直在打工，一个月勉强能赚2000，可每逢节假日，妈妈还以孝道威胁，要我给她和妹妹买礼物，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只能啃冷馒头，勉强活着。亲戚们闻言都倒吸一口冷气，纷纷说太可怕了，你们俩夫妻嘴里就没一句实话，心还很毒，对自己亲女儿尚且如此，对待别人恐怕更狠。以后我们两家还是少联系吧，我们没你们那么多心眼子，玩不过还躲不起吗？一时间亲戚们讥讽完，纷纷表示要断绝来往。妈妈尖声大喊：不，都是宋微微胡说八道，你们怎么这么蠢，就这么听信她的话了？大伯母搂着我朝外走，今晚来大伯母家过年，以后放假都来大伯母家，我们家房间多的是。大伯见状也缓缓起身，今年过年聚餐，三弟一家就别来了，没你们的位置。爸爸脸色苍白：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大伯缓缓说道：意思是我们家没你这样的伤风败俗的混蛋玩意儿，要是爸妈还在世，估计也想一棍子敲死你个丧良心的。家里那么多孩子，从小就你最顽皮捣蛋，不学无术，可爸妈从没放弃过你。一碗水端得平稳，将我们所有人都好好养大。而你呢？小薇这么听话懂事，还考上了名牌大学，你们不引以为傲就算了，还一个劲得折辱她，等着看吧，总有你们后悔的那一天。大伯说完，冷着脸拂袖而去。爸爸心中慌乱，他一向敬重自己的兄长，大事小事都习惯性的依赖他，如今突然被舍弃，他心中还是感到不安，想要追出去解释。妈妈却阴沉着脸拉住他，恨声道：让他走，我们有小晴一个就够了。爸爸问：但是大哥那边怎么办？妈妈愤然道：你是和你大哥他们过日子吗？不联系就不联系，少和这些人来往，我们更乐得清闲自在。大伯将妈妈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上车时，他沈笑道：三弟真是找了个好老婆，怕不是忘了，他在城里的工作也是我找到。我心念一动，小声道：妈妈总是这样，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。他之前就说过，大伯你要是不帮他，就是见不得我们家好，是个无情的小人，根本不配让亲戚都听你的话。大伯闻言也气得脸色铁青，恨恨道：一家子白眼狼，既然他这么想我，那我就如他所愿。跟着大伯到他们家后，我发现他们给我准备的房间早就已经让阿姨收拾好了，房间舒适整洁，阳光照的室内亮堂堂的，被子还散发着洗衣粉的清香。大伯母语调温柔地对我说：这个房间就给你住，不要拘束，就把这里当家。你堂哥在国外留学，今年没时间回来，我和你大伯正愁过年时家里冷清呢，你来了，正好和我们做个伴。我眼眶有些发热，以往放假回家，爸妈总是不待见我的，但他们又不舍得我这个劳动力，每天都指使我干各种各样的农活，而妹妹却能在家享受假期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。就连吃饭也有规定，好永远是妹妹的，而我只能打扫一些剩饭剩菜。如今在大伯家的餐桌上，我的碗里是堆积如山的菜。大伯母笑着让我多吃点，大伯语气柔和，和我聊着天。小薇，你已经大4了，毕业后如何打算？我咽下嘴里的菜，回答道：我已经拿到了本校的保研资格，我准备继续升学读书。大伯挑眉：你的学校可是国内数1数2的大学，能拿到保研的资格可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有些羞涩的点头，我平时除了兼职以外，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学校，所以成绩还算可以，再加上我很幸运得到了某位教授的赏识，才让我能拿到这个名额。大伯满眼赞赏的点头：好好好，你做的不错，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大伯本来还想着让你来我公司上班，看来我是要错过你这样的人才了。我抿嘴笑笑：大伯，
是我没这个运气。不过我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是以科研为主，我想继续升学，做更多的研究，为国家发展做贡献。大伯笑得更大声了，对我赞叹有加。说着说着，大伯他又叹了一口气，你爸妈真是有眼无珠，守着一个被宠坏的小女儿，以后有的他们后悔的。我放下筷子，小声问大伯，爸妈他们即使没有我，日子应该也能过得不错，他们这些年的存款都能成立买房了。大伯嗤笑一声，你爸妈那点出息怎么可能全款买得起，贷款买的，还有40年房贷要还呢。我闻言不禁瞪大了眼睛，40年，那时候他们都80岁了，怎么还？大伯阅人无数，阅历丰富，怎么可能看不明白背后的事？他看着我，眼里流露的同情让我瞬间明白过来，他们想让我来还。大伯叹了口气，大约是这样了。大伯母闻言气得咬牙，连一间房都不舍得给你隔，他们还好意思让你还房贷，这算盘打得可真好。我也后背发凉，心有余悸。要是没有这件事让我突然悔悟，要是我依旧愚孝下去，我大概一辈子都会成为他们的仆从了。大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小薇，虽然劝子女和父母断绝关系是不太道德，但你爸妈这样的人不值得你在他们跟前尽孝，这件事你最好要做好决断，狠下心，不要拖泥带水。我看向大伯和大伯母，讶然得说，我以为你们最终还是会劝我家和万事兴，没想到大伯大伯母，怪不得你们所有人里日子过得最好的，你们是清醒的明事理的人。谢谢你们提醒我，我会做好决断的。寒假很快结束，我和爸妈他们也没有再联系。去学校时还是大伯和大伯母送的我。临走前，大伯提醒我，你爸妈的工作我已经命人拿掉了，如果他们走投无路找到你，不要理会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明白吗？我郑重点头，知道了，谢谢大伯。回到学校后，日子相安无事地过了一段时日。因为临近毕业，学校事务繁多，再加上我还有兼职，整个人恨不得拆成2半用，根本没心思想到爸妈他们。直到4月份的时候，爸妈突然给我打电话，爸妈开口便是质问，宋微微，你是不是已经在实习了？1个月工资多少也不知道上交给父母，我们养你这么大是白养的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我是比你们少了一段记忆吗？你们什么时候养过我了？那头话语一顿，随即是更难听的辱骂，你个畜生，怎么和我们说话的？要是没有我，怪胎10月生下你，你能活到今天？没肝没肺的东西，像你早点钱还敢说这种话？寒假的时候我真该给你点教训。那头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拉黑伺候，但我还是心中好奇，发消息问了大伯母一嘴，这才知道爸妈没了工作后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，要不是人家不要他们，要么就是嫌弃工作太累，再加上妹妹花钱如流水，在学校和别人攀比，要的生活费越来越多，他们的仅剩的一点存款也很快被掏空了，这个月还房贷的日子也快到了，所以他们才会找到我这里来。我心中暗骂活该，手在手机上不停操作，把他们3人的电话全部拉黑，包括微信和其他联系方式。也许是老天助我，老师手头正好有个项目要去西北，老师他有意想将我一起带上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连夜收拾行李，跟着老师逃之夭夭。在西北待就是3个月，那里时常没信号，我索性直接和外界隔绝了联系。等再回南方时，大伯母来我学校的城市出差，我们约了顿饭，他也顺势和我讲起了爸妈的事。他寻我无果后，一开始想着去找亲戚借钱，可自从寒假那件事发生后，他们在亲戚间早就没有信誉，结果自然是没一个人愿意借给他们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们也来我学校找过我，但西北的项目有一定的保密级别，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去向。我惊讶地问，那他们这样还不如工作吗？大伯母摇摇头，他们也没什么一技之长，根本找不到什么工资高的工作，2人加起来工资才4、5千，还完房贷所剩无几，还有家和你妹妹要养。更可恨的是，你妹妹为了买奢侈品借了很多网贷，火上浇油，他们根本还不起。话落，餐馆门外突然跑进来一对衣衫褴褛的夫妻。那对夫妻对我说，小薇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。我下意识往座位里缩，惊慌道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一直在这里等你啊，乖女儿，你快救救爸爸妈妈吧，我们的房没了，还欠一屁股债，真的没路了。我疑惑地问，房没了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即使还不起房贷，房子卖了后还能拿到一笔钱啊。爸妈眼眸含恨，卖我们房的根本就不是房子的原房主，现在他带着我们给的首付逃走了，现在房没了，钱也拿不回来，我和你爸半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。我闻言眼中毫无同情，冷声问道，你们明知自己没钱，为什么还要买房？父母说还不是因为你妹妹，她想做大城市人，说这样有面子，能找个更有钱的老公带我们享福。我不禁嗤笑出声，享福？你们可真信任她？妈妈立刻伸手想要过来抓我，小薇，她就是个没用的家伙，还是你最有出息，快救救爸爸妈妈好不好？我甩开他们的手，猛然起身，晚了。我说，你们对我心狠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走投无路了，又想到我的好了，你们真当我是傻子吗？
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将我丢在乡下起，在我心里，你们就不配做我的父母了。从今以后，有事不要再来找我。话落，我拉着大伯母想要走，妈妈却再也不顾她最珍爱的面子，嚎啕一声，想要飞扑上来。我立刻对餐厅的服务员说：“快报警啊！这2个人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，不会是想拐卖我们吧？”服务员和店长闻言吓得大惊失色，赶忙上前拦住他们。我和大伯母趁机逃走，拦了一出租车逃之夭夭。那次之后，爸妈想方设法来找过我。教授听闻我的遭遇，立刻将我塞进了北方的实验室，让我暂时跟着他以前的学生做项目。长此以往，爸妈找不到我，只能灰溜溜的回到老家。后来据说他们过得很惨，妹妹也被迫退学，四处打工还债，我却在自己计划的道路上稳步前行。大伯和大伯母也成了我唯一的亲人，逢年过节我都会去他们家拜访探望。而那个阴暗森冷的小房间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。我坐上了前往北方的火车，车窗外的景色从南方的青山绿水逐渐变成北方的辽阔平原，我心中既期待又忐忑。教授推荐我来这个国家级实验室学习，说这里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研究。火车到站时已经是深夜，我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，北方的寒风瞬间穿透了我单薄的棉服。来接我的是实验室的师兄，他裹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远远朝我招手：“宋微微是吧？我是张成，欢迎你来我们实验室。”我赶紧小跑过去，感激地说：“张师兄好，这么晚还麻烦你来接我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”张师兄帮我拎起行李箱，笑着说：“客气什么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实验室条件艰苦，但你放心，只要你肯学，能学到真东西。”我跟着张师兄坐上一辆破旧的面包车，一路颠簸着往实验室方向开去。路上他给我介绍了实验室的基本情况，说我们主要做新材料研究，目前正在攻关一个国家级项目。我认真听着，时不时点头询问细节。到了宿舍，我发现条件比想象中还要简陋。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间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暖气片还时不时发出刺耳的响声。张师兄有些抱歉地说：“条件有限，你先将就住着，要是缺什么，明天我带你去镇上买。”我摇摇头，真诚地说：“师兄，这已经很好了，比我老家那个阴冷的小房间强多了。”张师兄闻言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同情，但他没有多问，只是叮嘱我早点休息，明天带我去实验室熟悉环境。送走师兄后，我简单收拾了行李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我想起大伯临行前对我说的话：“小薇，去了北方好好干，做出成绩来，让那些人看看，你宋微微不是他们能随意丢弃的。”我握紧拳头，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在这里做出成绩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跟着张师兄来到实验室。实验室比我想象中要大，各种精密仪器整齐排列，研究员们都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。张师兄带我走到一个靠窗的位置，说这就是我的工位。我刚坐下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，她气质清冷，眼神锐利。张师兄立刻站起来介绍：“宋微微，这位就是我们的项目负责人李敏教授。”我赶紧站起来，恭敬地鞠躬：“李教授好。”李教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微微点头：“你就是南方那个老教授推荐来的学生，听说你本科期间成绩不错，但实验室和学校不一样，这里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。”我挺直脊背，郑重地说：“李教授放心，我会用结果证明自己的。”李教授嗯了一声，转身离开前丢下一句话：“那就好，项目正在关键期，你跟着张成好好干，别给我丢人。”我望着李教授离去的背影，心中燃起斗志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晚上12点才回宿舍，吃饭都是在工位上随便对付几口。张师兄看我这么拼命，有时会劝我注意身体，但我总是笑着说没事。3个月后，我终于在实验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那天晚上，我盯着仪器上跳动的数据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立刻跑去找张师兄，兴奋地说：“师兄，你快看，这个数据，我们之前一直卡住的点，终于突破了。”张师兄凑过来仔细看了半天，脸上也露出惊喜的表情。“小薇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个成果要是能整理成论文，绝对能发顶级期刊。”我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，但还是谦虚地说：“都是师兄教得好，要不是你一直指导我，我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。”张师兄拍拍我的肩膀，认真地说：“小薇，这是你自己的功劳，明天我们就去找李教授汇报，这个项目你应该是第一作者。”第二天，我和张师兄一起向李教授汇报了成果。李教授看着数据，难得露出了赞赏的神色：“不错，宋微微，你确实没让我失望。这篇论文你来主笔，争取3个月内投出去。”我激动地点头：“谢谢李教授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”从李教授办公室出来，我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。张师兄笑着恭喜我，说我这下算是站稳脚跟了。我心中暗暗想，这只是开始，我还要做得更好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我几乎把论文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每一个数据都反复核对，每一个结论都反复推敲，每一个词句都反复斟酌。张师兄看我这么拼命，有时会主动帮我分担一些工作，让我专心写论文。论文初稿完成那天，我长长的舒了口气。张师兄帮我审阅了一遍，提了一些修改意见。我按照意见修改后，将论文发给了李教授。李教授很快回复说写得不错，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他会让他的女儿也是实验室的副研究员帮我一起修改。我心中有些诧异，李教授的女儿也在实验室，我怎么从没见过？张师兄看我疑惑，小声解释道：李教授的女儿叫林晓，在国外读的博士，刚回来不久。她平时不怎么来实验室，但李教授很看重她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想。第二天，我终于见到了林晓。她穿着名牌大衣，踩着高跟鞋走进实验室，浑身散发着一种与实验室格格不入的气息。李教授亲自带着她来到我的工位前，介绍说：宋微微，这就是我女儿林晓，以后她负责帮你修改论文。我站起来，礼貌地伸出手：林师姐好，以后请多关照。林晓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没有握手，只是点点头。论文发我邮箱，我看看再说。我尴尬地收回手，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论文发过去后，我等了整整1周都没有任何回复。我忍不住发消息询问林晓修改意见，她只是敷衍地回复说还在看，让我别着急。张师兄看我着急，劝我说再等等，毕竟人家刚回来，事情多。又过了1周，林晓终于回复了。他把我叫到李教授办公室，手里拿着我的论文稿，开门见山地说：宋微微，这篇论文我仔细看过了，整体框架还行，但数据分析和结论部分需要大改。这样吧，我来帮你重新写这部分，署名的话我放第1作者，你放第2作者。我闻言整个人愣住了，我不可置信地问：林师姐，这整个实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论文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，你怎么能放第1作者？林晓皱起眉头，语气不耐烦地说：你以为你是谁？没有我帮你修改，你这篇论文能发出去吗？再说了，我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是她的女儿，我挂第1作者有什么问题？我转头看向李教授，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。李教授却避开了我的目光，淡淡地说：宋微微，林晓说的有道理，他的学术背景比你好，发表经验也比你丰富，他挂第1作者，这篇论文能发到更好的期刊上，这对实验室、对项目、对你都有好处。我握紧拳头，强压着怒火说：李教授，这不公平，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做的，凭什么他要抢我的第1作者？林晓冷笑一声：公平？宋微微，你太天真了，学术界哪有绝对的公平？你要是不愿意，这篇论文就别发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发颤。李教授叹了口气，语气缓和了一些：宋微微，林晓确实做得过分了些，但你想想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肯定要为她考虑。这样吧，你让出第1作者，我保证你明年能留校任教，这个条件够公平了吧？我看着李教授，突然觉得这个我一直敬重的导师变得陌生起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坚定地说：李教授，我不需要这样的公平，这篇论文是我的心血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抢走。说完，我也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在实验室里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。林晓处处针对我，李教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我。张师兄私下劝我妥协，但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。我开始重新审视那篇论文，想要找出一个证明自己才是真正作者的办法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独自在实验室加班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我记得实验过程中有一个关键数据点出现了异常波动，我当时详细记录了这个异常的原因和处理方法，这个细节只有我知道。如果林晓要抢第1作者，他肯定会修改论文，但那个细节他绝对不知道。只要我公开指出这个细节，就能证明我才是真正的作者。我立刻翻出实验记录本，找到了那天的记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因仪器电压不稳定，导致数据出现 0.03 的偏差，经调整后恢复正常。我握紧记录本，心中有了主意。第2天，林晓果然拿着修改后的论文来找我，他把论文拍在我桌上，居高临下地说：宋微微，论文我改好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的话，我就投稿了。我拿起论文，翻到数据部分，果然发现了问题。林晓为了显得数据完美，删除了那个异常点的记录，直接用了调整后的数据。我抬起头，平静地说：林师姐，这篇论文的数据有问题。林晓脸色一变：有什么问题？数据都是你实验出来的，能有什么问题？我翻开实验记录本，指着那天的记录说：你看，这里记录着，因为仪器电压不稳定，导致数据出现了 0.03 的偏差，但你的论文里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异常点，直接用了调整后的数据，这在学术上是严重的造假行为。林晓脸色变得煞白：你胡说，什么异常点？我根本不知道。我冷笑一声：你不知道很正常，因为你根本没参与过实验，只有真正做实验的人才知道这些细节。林师姐，你现在还觉得你配当第1作者吗？林晓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。这时，李教授突然推门进来，他看到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，皱眉问：怎么回事？林晓立刻告状：妈，宋微微诬陷我学术造假。我把实验记录本递给李教授，冷静地说：李教授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这篇论文的数据确实有问题。如果按林师姐的版本投稿，一旦被人发现，整个实验室的名誉都会受损。
李教授接过记录本，仔细看了一遍，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。他沉默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宋微微，你赢了。这篇论文你继续当第一作者。林晓，你跟我出来。”林晓不甘心地瞪了我一眼，跟着李教授走了出去。我站在原地，长长的舒了口气。虽然我赢了，但我心中清楚，在这个实验室，我已经待不下去了。果然，从那以后，李教授对我的态度彻底冷淡下来。他不再过问我的研究，也不再给我任何指导。张师兄私下告诉我，李教授在评职称时把我的名字从项目组里划掉了。我知道这是李教授在逼我离开，但我不愿意就这样灰溜溜的走。我要用自己的实力证明给他们看，即使没有他们的支持，我也能做出成绩。我开始独立开展新的研究，每天熬夜到凌晨，周末也不休息。张师兄看我这样拼命，有时会来帮我，但我知道他也有自己的压力。半年后，我终于完成了新的研究。这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直接将论文投给了国内最顶尖的期刊。投完稿那天，我一个人坐在实验室里，望着窗外的星空，心中既忐忑又期待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期刊的录用通知，看着邮件里的 accepted， 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。这篇论文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没有任何人的帮助，也没有任何人的署名争夺。张师兄第一个跑来恭喜我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薇，你太厉害了，这可是咱们实验室今年第1篇顶刊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师兄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。”张师兄摇摇头说：“是你自己争气，不过小薇，你要小心，林晓那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”我点点头，心中清楚，这只是一场更大风暴的开始。果然，论文发表后，林晓开始在背后散布谣言。他说我的论文数据造假，说我是靠不正当手段发表的。这些话传到李教授耳朵里，李教授虽然没说什么，但看向我的眼神更加冷淡了。实验室里的同事们也开始疏远我，生怕和我走得太近会得罪林晓母女。只有张师兄还和以前一样，时不时来关心我的研究。有一天，张师兄悄悄告诉我：“小薇，我听说了，李教授准备推荐林晓去南方的一所高校任教，那所学校正好在招人，条件很不错。”我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是哪所学校？”张师兄说：“南疆大学，听说他们正在组建新的材料研究中心，急需人才。小薇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南疆大学，那是我本科学校所在的城市，也是大伯大伯母生活的地方。我沉吟片刻，问道：“师兄，你觉得我有机会吗？”张师兄认真地说：“以你的成果，绝对有机会。只是需要有人推荐，李教授那边肯定是指望不上了，你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其他老师。”我想起了本科时指导过我的那位老教授，他一直很欣赏我，或许可以请他帮忙。当天晚上，我给老教授写了一封长信，详细说明了自己在北方实验室的遭遇，以及想去南疆大学任教的想法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老教授的回信，他在信中说，他和南疆大学材料学院的院长是老朋友，可以帮我推荐。他还鼓励我说，学术道路从来都不平坦，但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，终会遇到赏识你的人。我捧着信，眼眶发热。接下来，我开始准备申请材料、个人简历、研究成果、教学设想，每一项我都认真准备。张师兄也帮我修改了好几遍，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南疆大学的面试通知。那天我正在实验室做实验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接起来，对方自称是南疆大学人事处的老师，通知我下周去学校面试。我挂断电话，激动地在原地转了好几圈。张师兄看到我的样子，笑着问：“小薇，什么好事这么高兴？”我跑过去抱住他：“师兄，南疆大学让我去面试了。”张师兄也替我高兴：“太好了，小薇，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。”我使劲点头，心中充满了期待。面试那天，我特意穿上了最正式的衣服，走进南疆大学材料学院的大楼。我心中既紧张又兴奋。面试官一共有5位，坐在中间的那位正是材料学院的王院长。王院长看起来很和蔼，他先让我自我介绍，然后问了一些专业问题，我都一一作答，尽量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。面试快结束时，王院长突然问：“宋微微，我听说你在北方的实验室遇到了一些问题，能说说具体情况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如实说道：“王院长，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，但我认为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做科研的初心。我相信只要坚持学术诚信，坚持自己的原则，终会得到认可。”王院长点点头，没有再追问。面试结束后，我在校园里走了一圈。南疆大学的校园很美，绿树成荫，教学楼错落有致。我想象着，如果能在这里教书，该是多么幸福的事。1周后，我收到了录用通知，王院长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说学院一致决定录用我，希望我能尽快入职。我激动得语无伦次，连连道谢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第一时间给大伯母打了电话。大伯母听说我要回南方教书，高兴的声音都变了：“小薇，太好了，你终于要回来了，大伯母想死你了。”我也哽咽着说：“大伯母，以后我就能经常去看你们了。”大伯母说：“傻孩子，说什么看我们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回南方前，我去向李教授道别，虽然他对我不好，但毕竟是他给了我进入这个实验室的机会。我推开他办公室的门，看到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批改文件。
李教授抬头看到我，淡淡的问：“听说你要走了？”我点点头。李教授，谢谢您这1年多的指导。虽然最后我们有些不愉快，但您的严格要求让我成长了很多。李教授沉默片刻，突然叹了口气：“宋微微，其实我很欣赏你，你比我见过的很多年轻人都要坚韧，都要有原则。林晓要是有你一半，我也不用这么操心了。”我没想到李教授会这么说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李教授继续说：“你走了也好，这里确实不适合你。南疆大学是个好地方，王院长也是个正直的人，你去了那里会有更好的发展。”我真诚地说：“李教授，谢谢您。”李教授摆摆手：“走吧，以后好好干，别给我丢人。”我转身离开办公室，心中百感交集。离开北方那天，张师兄来送我，他帮我把行李搬上火车，叮嘱道：“小薇，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，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我点点头，眼眶有些发红。师兄，谢谢你这1年多的照顾，没有你，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张师兄笑着说：“说什么傻话，是你自己争气。小薇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”火车缓缓开动，我望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张师兄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不舍。回到南方后，我第一时间去看了大伯和大伯母。大伯母见到我，激动地抱着我哭了半天，大伯也红了眼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好孩子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”那天晚上，大伯母亲自下厨，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我们围坐在一起，聊着我这些年的经历，聊着家里的近况。大伯告诉我，爸妈和妹妹现在过得很惨，房子被骗走后，他们租了一间地下室住，妹妹网贷还不上，被催债公司天天骚扰，最后只能退学打工。爸妈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我听着，心中已经没有了波澜。大伯问我：“小薇，你想去看看他们吗？”我摇摇头：“大伯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我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不想再被他们影响了。”大伯点点头：“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”入职南疆大学后，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单身公寓，虽然不大，但布置得很温馨。每天早上去学院上课，下午在实验室做研究，晚上有时和同事们一起吃饭聊天。王院长对我很照顾，给我分配了几个优秀的学生，让我带着他们做项目。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，尽心尽力地指导他们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方的邮件，是张师兄发来的。他说李教授因为涉嫌学术不端，被学校停职调查了。林晓也因为那篇论文的事被举报到了学术委员会。我看了邮件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给张师兄回了邮件，说希望他能替我向李教授转达一句话：学术诚信是每个研究者最基本的底线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应该突破这条底线。张师兄很快回复说一定帮我转达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在南疆大学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我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，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。我的学生也很争气，有几个考上了名校的研究生。王院长对我很满意，说要推荐我申报省级人才项目。有一天，大伯母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大伯住院了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请假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看到大伯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我心疼的差点哭出来。大伯母安慰我说，别担心，就是高血压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我坐在病床边，握着大伯的手说，大伯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还想让你看着我评上教授呢。大伯笑着说，好，大伯一定好起来，看着你评上教授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下班后都去医院陪大伯，有时给他读报纸，有时陪他聊天，有时只是静静地坐在旁边。大伯母说我太辛苦了，让我不用天天来，但我不愿意。大伯对我这么好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我，支持我。现在他生病了，我怎么能不来？大伯出院那天，我请了假去接他。回到家，大伯母亲自下厨做了他爱吃的菜。饭桌上，大伯突然说，小薇，你现在工作稳定了，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。我愣了一下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大伯，我现在还年轻，想先专心搞研究。大伯摇摇头，搞研究重要，但个人问题也重要。我有个老朋友的孙子，也是做科研的，在隔壁大学教书，要不要见见？我哭笑不得，大伯，您什么时候开始当起媒人了？大伯母也在旁边帮腔，小薇，你就见见吧，就当多交个朋友。我无奈的点点头，好，我听你们的。就这样，我被大伯大伯母安排着去相亲了。对方叫陈明远，是隔壁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，比我大2岁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。陈明远看起来很斯文，说话也很温和。我们聊了各自的专业，聊了各自的研究，发现有很多共同话题。他说他看过我发表的论文，觉得很有深度。我有些惊讶，你还看过我的论文？陈明远笑着说，当然，我们做物理的也会关注材料学的最新进展。你那篇关于纳米材料的研究给了我很多启发。我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，赶紧转移话题。那次见面后，我们加了微信，偶尔会聊聊天。陈明远有时会约我出去吃饭，有时会约我去听学术讲座。我们相处得很愉快，但谁都没有主动捅破那层窗户纸。有一天，陈明远突然问我，宋微微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摇摇头，没有。陈明远又问，那我可以追你吗？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你可以试试。陈明远也笑了，
认真的说，那我一定会努力的。从那天起，陈明远开始正式追求我，他会在我加班时送来夜宵，会在我生病时送来药，会在我遇到研究瓶颈时帮我分析问题。同事们都说我们很般配，我也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开心。1年后，陈明远向我求婚了。那天是我们认识1周年的日子，他带我去了一家很浪漫的餐厅。吃完饭，他突然单膝跪地，拿出一枚戒指，认真的说：“宋微微，嫁给我好吗？我会用一生一世对你好。”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这些年，我经历了太多苦难，太多不公，但命运终究没有亏待我。他让我遇到了大伯大伯母，让我遇到了张师兄，让我遇到了王院长，现在又让我遇到了陈明远。我点点头，哽咽着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陈明远高兴得像个孩子，立刻把戒指戴在我手上。婚礼那天，大伯牵着我的手，把我交到陈明远手里。他红着眼眶说：“明远，小薇是个好孩子，你要好好待她。”陈明远郑重的点头：“大伯放心，我一定会的。”大伯母坐在台下，早已哭成了泪人。婚礼很简单，只请了最亲近的亲戚和朋友。张师兄特地从北方赶来，王院长也来了，大家都为我们高兴。婚礼结束后，我和陈明远去度了蜜月。我们去了云南，看了苍山洱海，看了丽江古城。那些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蜜月回来，我们又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。陈明远的研究也很忙，但我们约定，不管多忙，每周都要抽时间在一起。有时是一起做饭，有时是一起看电影，有时只是依偎在沙发上看书，日子平淡而幸福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收到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宋微微亲戚，没有寄件人地址。我疑惑地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封信。照片上是爸妈和妹妹，他们看起来很苍老，很憔悴，站在一个破旧的房子前，脸上没有笑容。信是妈妈写的，字迹歪歪扭扭，说她知道对不起我，这些年他们吃了很多苦，也终于明白自己当年做错了。妹妹不懂事，欠了很多钱，他们实在没办法了，问我能不能帮帮他们，就当妈妈求我了。我拿着信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晚上，陈明远回来，看到我坐在沙发上发呆，关心地问怎么了。我把信递给他，他看完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问你想帮他们吗？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我不知道，他们当年对我那么狠心，我应该恨他们的。可是看到他们现在这样，我又有些于心不忍。陈明远握住我的手，温柔地说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我想了很久，最终给妈妈回了一封信。我给妈妈回了一封信，说我收到她的信了，过去的种种我已经不想再提，但我帮不了他们，因为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希望他们能理解。我没有留地址，也没有留电话，就这样，我彻底和过去告别了。3年后，我评上了教授。那天，王院长亲自给我颁发了聘书，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，宋微微，你是我见过最优秀、最坚韧的年轻人，好好干，未来可期。我接过聘书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晚上，陈明远带我去庆祝，饭桌上，他突然神秘兮兮地说，老婆，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好奇地问，什么好消息？陈明远笑着说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惊喜地问，真的？陈明远点点头，从包里拿出一张 B 超单，我接过来一看，上面清晰地显示着一个小小的胚胎，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回到家，我第一时间给大伯大伯母打电话报喜，大伯母在电话那头高兴的声音都变了，真的，小薇，太好了，我要当奶奶了。大伯也在旁边说，好，我们家要添丁了。那晚，我躺在床上，久久无法入睡。陈明远搂着我，轻声问，在想什么？我靠在他怀里，缓缓说，在想这些年发生的事，从那个被父母抛弃在乡下的女孩，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有时候觉得像做梦一样。陈明远吻了吻我的额头，温柔地说，这不是梦，是你努力的结果。小薇，你值得拥有这一切。我闭上眼睛，心中充满了感恩。9个月后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女儿很可爱，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巴，哭起来声音特别洪亮。陈明远抱着女儿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大伯大伯母第一时间赶来医院看望，大伯母抱着女儿，眼眶泛红，太像小薇小时候了。大伯也凑过来看，笑着说，这孩子有福气，生在我们家。我看着他们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从今以后，我有自己的家了。女儿满月那天，我们办了一个简单的庆祝会。张师兄特地从北方赶来，还带来了一个消息。他说李教授因为学术不端被学校开除了，林晓也因为那篇论文的事被撤销了博士学位。我听了，心中没有波澜。张师兄问我，小薇，你现在还恨他们吗？我摇摇头，不恨了，恨一个人太累，我现在只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张师兄点点头，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女儿百天那天，我们带她去拍了照片，摄影师让女儿摆各种姿势，女儿却很配合，不哭不闹，乖乖地看着镜头。摄影师夸她是个小天使，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回家的路上，陈明远突然说，老婆，谢谢你。我愣了一下，谢我什么？
陈明远认真地说：“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谢谢你给我生了这么可爱的女儿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你。”我眼眶有些发热，轻轻靠在他肩上。我也是。女儿1岁的时候开始学走路了，她摇摇晃晃地迈着小短腿，我和陈明远在旁边扶着，生怕她摔倒。女儿却很大胆，越走越快，最后终于自己站住了。她回过头冲着我们咯咯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女儿2岁的时候会说话了，她第一个会叫的是爸爸。陈明远高兴地抱着她转了好几圈，然后她学会了叫妈妈。每次听到她软软糯糯的声音，我都觉得心都要化了。女儿3岁的时候上了幼儿园，第一天送她去幼儿园，她哭着不肯让我走，我蹲下来抱着她说：“宝贝乖，妈妈下午就来接你。”女儿抽抽噎噎地说：“妈妈，你要早点来。”我点点头，忍着眼泪离开了幼儿园。下午去接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和小朋友们玩得很开心了。看到我来，她跑过来抱住我，兴奋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交了好多朋友。”我摸摸她的头，笑着说：“真棒。”那天晚上，我给大伯、大伯母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女儿上幼儿园了。大伯母在电话那头感慨道：“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转眼，小丫头都这么大了。”大伯也在旁边说：“是啊，咱们家小薇也当妈妈了。”我听着他们的话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这些年，是他们一直在我身边，支持我，鼓励我，让我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。如今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爱我的丈夫，有了可爱的女儿，有了热爱的事业，而那个曾经把我抛弃在乡下的家，早已成了遥远的过去。